南州国际机场的 VIP 候机厅里，暖黄色的灯光把每一粒灰尘都照得清清楚楚，也包括江雨川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慌乱。他像被按了暂停键，手臂还搭在女孩肩上，眼神里的震惊比我刚在财报里发现1个亿资金缺口时还要真实。那个女孩真的很年轻，皮肤透亮饱满，没经历过风霜，马尾高高扎起，露出光洁的额头，眼神清澈的像山泉，带着点不谙世事的天真。她身上那件米白色羊绒大衣我认得，上个月我们在巴黎出差，我犹豫要不要买，江雨川替我拿下的，说这颜色衬我，温婉。现在这件温婉的大衣穿在另一个女人身上，而我，舒婉，他的合法妻子，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西装，刚熬完一场72小时的高强度并购谈判，眉间还压着没散的倦意。空气凝固了3秒，我先开口打破沉默。我没哭，没闹，也没质问，只是把登机牌和护照换到左手，自然地走上前，脸上挂着礼貌又疏离的微笑，仿佛我们只是偶然碰面的陌生人。哥，真巧，你也来南州出差。我语气平静，目光却精准落在他和女孩交叠的手臂上，接着看向那女孩，笑意加深。我嫂子真年轻，比你小20岁吧。哥和嫂子这2个词像2根冰针，狠狠扎进江雨川的神经。他脸色瞬间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红，精彩极了。手臂猛地从女孩肩上滑落，像被烫到一样。那女孩显然没搞清状况，被我一句嫂子叫得满脸通红，低头小声对江雨川嘀咕：雨川，这是你的妹妹吗？怎么从没听你说过？江雨川喉结剧烈滚动，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知道我的性格，我从不做无谓的事。此刻的平静，不过是风暴来临前最深的暗涌。我没理他的窘迫，视线牢牢锁在林曼脸上。我打量他，像在评估一件标价高昂但有瑕疵的藏品。小姑娘，我哥眼光一向很好。我慢悠悠开口，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周围几个偷听的旅客听得一清二楚。他喜欢的东西都贵，而且都要打上自己的标签。比如你身上这件大衣，是他上个月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旗舰店买的，税后27万。不过那是给我买的。林曼的脸刷得惨白，他难以置信地看我，又看江雨川，眼里的天真碎了一地，只剩震惊和屈辱。江雨川终于找回声音，上前一步想抓我手腕，语气里混着恳求和压抑的怒意。舒婉，别这样，我们回家再说。回家？我轻轻拨开他的手，指尖冷得像冰。江雨川，你不是说去荆州参加一周封闭式行业峰会？怎么，荆州的会改到南州机场开了？每个字都像手术刀，精准剖开他的谎言。峰会临时改地点了，正准备告诉你。他解释的苍白无力，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我笑了，笑意没进眼睛。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轻轻拍在他僵硬的胸口。是吗？那你大概也忘了告诉我，你名下那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瀚海资本，昨天刚完成一笔3000万美金的股权变更。新控股方是蔓草基金，法人代表林国峰。如果我没记错，这位林总是你正在争的南州云山项目最大对手吧？江雨川瞳孔骤缩，
那张维持了10几年儒雅从容的脸，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真正的恐慌。他看着我，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怪物。他以为这只是场被撞破的婚外情，靠几句谎话就能糊弄过去。他不知道，在我眼里，这从来不是感情背叛，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资产掠夺。广播开始催促飞往荆州的旅客登机。我收回文件，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角，对着呆若木鸡的江雨川和林曼再次露出完美微笑。江总，祝你和你的新妻子旅途愉快。我顿了顿，补上最后一句，也祝你的瀚海资本能撑过今晚。说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转身拖着登机箱走向另一个登机口。我的航班目的地不是荆州，而是瑞士。有些账隔着电话和网络算不清，我得亲自去一趟。02飞往苏黎世的12个小时，我没合眼。经济舱座椅不舒服，但我需要这种不适来保持清醒。笔记本屏幕上数据流如黑瀑般不断刷新。江雨川和我的故事曾是商学院里的传奇，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建筑设计师，一个是擅长资本运作的金融才女。我们白手起家，共创川碗集团，10年做到100亿市值地产巨头。他主外负责设计与拓展，我主内掌管财务与投资。我们是夫妻，更是最亲密的战友，彼此的软肋，也是对方最硬的铠甲。我以为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像我们建的那些钢筋水泥大楼。现在才懂，再坚固的楼也扛不住内部被蛀空。瀚海资本这家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是我亲手为江雨川设的。初衷是做海外投资和税务筹划，法人是他，但我有绝对监控权。半年前，他以海外监管收紧，需重组架构为由，说服我暂时放弃监控。他说这是规避风险，为了我们的家。我竟然信了。不是没怀疑，但我压下了职业本能带来的警觉。因为他是江雨川，那个我熬夜做模型时默默给我披外套，被投资人刁难时挡在我前面的男人。我没法把背叛和他联系起来，这是我职业生涯最致命的失误。万草基金法人林国峰，我迅速调出他的资料。南州本地地产大亨，作风激进，背景深厚。最关键的一条，他只有一个女儿林曼。一切串起来了。江雨川根本没去荆州开会，他用出差当幌子，带林曼来南州，表面度假，实则和林国峰做最后交易。他把我们共有的用于海外投资的核心平台瀚海资本的控股权，以极低价格转给林国峰的基金。那3000万美金只是定金。这场交易的真实目的是用川碗集团最优质的海外资产换林国峰在云山项目上全面退出，并以此为投名状，迎娶他女儿，实现人财两得。他要用我的钱，我的心血，铺他通往另一个女人的路。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我没去酒店，直接打车到班霍夫大街，走进瑞银总部大楼。我的私人客户经理克劳斯，一个严谨如钟表的瑞士男人，已在办公室等我。舒女士，你看起来很累。克劳斯递来一杯热咖啡。克劳斯，帮我启动冬眠协议。我开门见山，把笔记本转向他。克劳斯扶了扶金丝眼镜，看清协议代号时，一向冷静的脸上第一次露出惊讶。舒女士，
你确定？冬眠协议一旦启动，不可逆，它会冻结所有关联瀚海资本的信托资产，并触发多米诺条款，向全球合作银行和机构发出最高风险警示。我确定。我语气毫无迟疑。冬眠协议是我设立瀚海资本时埋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隐秘的后手。像系统底层的逻辑炸弹，只有我本人、特定密钥、特定地点才能引爆。触发条件只有一个：瀚海资本控制权发生非正常变更，且威胁川皖集团核心利益。我从没想过引爆它的人会是江宇川。克劳斯不再多问，转身操作。一连串指令输入后，他对我做了个完成的手势。舒女士，协议已启动，预计3小时内，瀚海资本全球信誉评级将降至垃圾级，所有关联交易会被强制终止或重审。江宇川很快会发现，他卖给林国峰的只是一个空壳，不仅一文不值，还会惹上无穷麻烦。我端起咖啡抿了一口，很苦，但头脑更清醒了。谢谢，克劳斯，这是我的职责。走出瑞银大楼，苏黎世阳光刺眼。我拨通首席律师电话。王律，准备一下。我声音平静，我要和江宇川离婚。另外，以职务侵占和商业欺诈名义对他提起刑事诉讼。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他跟了我们10年，看着川皖一步步长大。舒总，你想清楚了？从未如此清楚。挂断电话，手机弹出南州新闻推送，标题醒目：地产巨头林氏集团宣布与川皖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共同开发云山项目。配图里，林国峰和江宇川握手言欢，林曼像只骄傲的孔雀挽着他胳膊，笑得灿烂。发布会刚结束，他们以为的盛宴才刚开始，而我，舒婉，将是掀翻桌子的人。手机震动，江宇川发来短信：舒婉，你到底做了什么？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暴怒。看来冬眠协议生效比我想的还快。我没回，只订了最早一班返程南州的机票。这场仗我必须亲临现场。03，当我重回南州，这座城市已暗流汹涌。我没回家，直奔川皖集团市中心顶层办公室，那里能俯瞰整条江景。我的办公室和江宇川的只隔一道磨砂玻璃墙，曾经象征亲密，如今只剩讽刺。公司气氛诡异，员工见我纷纷低头，眼神躲闪，欲言又止。他们显然知道那场战略合作发布会，也知道林曼的存在。在他们眼里，我或许已是即将被扫地出门的前老板娘。助理陈倩红着眼迎上来：舒总，你可算回来了。江总他让你交接工作？我淡淡问。陈倩低头，默认。把过去3个月所有和云山项目相关的会议纪要、邮件、财务预案整理好，5分钟后送到我办公室。加密权限，用我的个人密钥。我没理会周围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径直走向办公室。陈倩愣住，随即眼中燃起光，用力点头：是，舒总。推开门，一切如我离开时，只是桌上的绿植蔫了，很久没人浇水。我坐下，打开电脑。内部系统里，我的大部分权限已被江宇川锁死。他做的不算干净，但足够粗暴。他大概以为
控制了系统，就控制了一切。他太不了解我了。对顶级资本操盘手来说，真正的账本从不在明面上。5分钟后，陈倩抱着加密笔记本进来。舒总，都在这儿了，辛苦了。我接过电脑，指指对面椅子，坐。说说我不在时，公司发生了什么？陈倩的叙述印证了我的猜测。江宇川在我去荆州出差第2天，就高调宣布与林氏合作。他以优化管理为名，火速提拔亲信，架空我只管的财务和风控部门。他还说，你因身体原因要长期休养，公司事务全权由他代理。陈倩声音越说越低，很多人都信了。信了很正常。我一边快速浏览文件一边说，毕竟我是他最完美的背景板，体弱多病，甘居幕后，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妻子，才符合他现在青年才俊得新贵赏识的人设，不是吗？指尖在键盘敲击，文件夹一个个打开，数据一条条调取。江宇川为拉拢林国峰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不仅承诺云山项目未来10年40%利润归林氏，还签了对赌协议，若3年内不盈利，川皖集团用自有资产赔付。这协议简直是卖身契。舒总，江总疯了吗？这等于把整个公司压上去了。陈倩看得心惊肉跳。他不疯。我目光停在一份补充条款上，眼神越来越冷。他只是在转移风险。条款规定，若对赌失败，赔付优先从川皖集团海外资产及瀚海资本中划拨。他以为自己算无一策，用瀚海资本做抵押，骗林国峰信任，拿下项目。项目成功，他名利双收；失败，亏的是被掏空的瀚海资本，我和他的共同财产，而他个人早已借林氏新船安全上岸。好一招金蝉脱壳，过河拆桥。这时，办公室门被猛地推开，江宇川冲进来，双眼布满血丝，头发凌乱，发布会上还笔挺的高定西装，此刻皱得像抹布。身后跟着一脸为难的保安。舒婉，他咆哮如困兽，你对瀚海做了什么？为什么账户全被冻结？合作方全在解约。他终于尝到冬眠协议的滋味了。我合上笔记本，靠近椅背，好整以暇看他。江总，你是不是走错办公室了？这里是川皖集团，不是你和林总的联姻发布会现场。还有，我员工在这儿，你吼这么大声，吓到他怎么办？语气平淡如聊天气，却让他怒火更旺。少装蒜，是不是你启动了那个协议？我警告你，舒婉，马上给我解除，否则谁都别想好过。他冲到我面前，双手撑桌，身体前倾，想用气势压我。我抬眼直视他猩红的双眼。江宇川，还记得冬眠协议的启动语是什么吗？他愣住。我一字一句清晰道，当信任不复，唯有焦土。在你决定用我们10年心血换你个人前程那一刻，这场战争就已经开始。而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从抽屉拿出2份文件，推到他面前。一份是离婚协议，我净身出户，所有婚内财产归你，包括公司股权。江宇川眼中闪过错愕和贪婪。我把第2份文件推过去。另一份是你涉嫌职务侵占，挪用公司资产3.7亿，以及向林氏非法输送利益的全部证据。
我已委托律师提交经侦部门。江宇川，你选一个吧。04。江宇川死死盯着桌上那2份文件，仿佛它们不是纸，而是2条截然不同却都通向深渊的路。他的呼吸越来越重，胸口剧烈起伏，眼里的怒火慢慢熄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逼到绝境后的疯狂和难以置信。舒婉，你疯了！他低吼着，声音沙哑，你要毁了我，毁掉我们10年的感情。是你先动的手，江宇川。我语气平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林国峰达成协议后，下一步就是用经营理念不合的借口把我踢出董事会，然后拿我的钱，我的公司去给你和你的新欢铺路。我只是在你动手前先保护自己而已，那不是真的，我只是一时糊涂。他开始软下来，试图打感情牌。婉婉，这么多年的感情，难道还比不上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吗？林曼只是个孩子，我和他，你跟他怎么样，我不关心。我打断他，我只知道瀚海资本是我一笔一笔做起来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我的名字。你想把他送人，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我的冷静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习惯了我对他的包容，却忘了我也曾是从华尔街血雨腥风里杀出来的。我的温柔只留给值得的人。你不能这么做。他终于撕下伪装，面目狰狞。你告我，证据呢？那些海外账户结构复杂，你以为光凭你一张嘴，谁会信？舒婉，别天真了，你根本没证据。他吼出最后一句时，带着一丝歇斯底里的自信。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他相信那些精心设计的离岸架构足以掩盖一切。我笑了。证据？我从加密笔记本调出一个文件，投影到身后的大屏上。那是一张极其复杂的股权结构图，像一张巨大的蛛网，中心是瀚海资本，向外延伸出几十家注册在维尔京群岛、巴拿马、塞舌尔等地的空壳公司。箭头代表资金流向，一笔笔款项在这些公司间跳转、拆分、合并，最终汇入一个叫 LJ 联合信托的账户。这个信托是你和林曼名字的缩写，对吧？我指着屏幕上的终点，设计得很巧妙。江宇川，你用了至少7个国家的金融漏洞，搭了36层防火墙，正常审计半年都查不清钱到底去了哪儿。江宇川的脸色已经惨白如纸，他踉跄后退一步，扶住桌角才没倒下。你怎么会？我怎么会知道？我替他说完，因为这套完美的洗钱模型底层架构是我3年前在一个金融安全论坛上匿名发表的毕业设计。江宇川，你用我教你的东西来对付我，是不是有点讽刺？这句话彻底击垮了他。他看着我，眼里全是恐惧，不是对妻子的恐惧，而是对一个完全掌控局势，甚至掌控他命运的对手的恐惧。他终于明白，从机场那一刻起，我就不是在闹情绪，而是在宣战。他以为是感情背叛，我看穿的是商业犯罪。舒婉，他声音发抖，带着哀求，婉婉，我们再谈谈。看在10年夫妻的份上，别走到这一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立刻和林家断了，把一切都还给你。晚了。我收起投影，语气冰冷。江宇川，信任碎了就拼不回去。你碰了我的底线。我的底线从来不是忠诚，
而是诚信，作为商业伙伴的诚信。要么签离婚协议，净身出户，从此两清。公司我会保住，毕竟那是我的心血。要么法庭见。你亲手创立的公司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至于判几年，就看你挪用的 3.7 个亿够不够公诉标准了。办公室外已经围满了人，财务、法务还有闻讯赶来的董事们静静站在门口，看着这间曾经象征权力的办公室变成审判场。江宇川瘫坐在地，面如死灰。我知道这一局我赢了，但我也清楚事情远没结束。一个被逼到绝路的男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更何况他背后还站着南州的地头蛇林国峰。手机又震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是舒婉小姐吗？我是林国峰，我想我们有必要见一面。05和林国峰见面的地方是他私人茶室，藏在南州老城区一条深巷里，古色古香，连招牌都没有。我一个人赴约，茶室里飘着武夷岩茶的香气。林国峰穿着中式对襟褂子，正坐在茶台后泡功夫茶。他60多岁，头发花白，眼神却锐利如鹰，一点不见老态。他没请我坐，自顾自完成一套行云流水的冲茶动作，把一杯琥珀色茶汤推到我面前。舒小姐，尝尝。今年的大红袍母树市面上买不到了。他语气平淡，像在招待老友。我没碰那杯茶。林总，我时间紧，开门见山吧。林国峰抬眼，终于正眼看我。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里有审视，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现在的年轻人都像你这么急。他慢悠悠地说，也好。江宇川那个废物现在应该还瘫在你办公室吧？没用的东西，一点场面就撑不住。他语气里满是对江宇川的不屑，仿佛对方只是个用完即扔的工具。我今天找你就2件事。他竖起2根手指。第一，云山项目我们林氏要定了。第二，我女儿林曼受了委屈，这个场子我必须找回来。我冷笑，林总，你是在跟我宣战？不，我在给你选择。他靠在太师椅上，气定神闲。舒小姐，你是聪明人。江宇川转移资产的手段很蠢，但他有一点没错，川满集团确实需要本地强援。南州这片地水很深，没我们林家点头，你寸步难行。他顿了顿，吹了吹茶杯热气。我给你个体面台阶。你和江宇川的恩怨是家事，我不插手。你送他进牢也好，让他净身出户也罢，随你。但瀚海资本的钱必须按原计划注入云山项目。作为交换，我不但让你继续操盘，还会把原本给江宇川的 20% 干股转到你名下。至于我女儿，她话锋一转，眼神凌厉，她年轻不懂事，被男人骗了，是她蠢。但她是我林国峰的女儿，不能白白被人当众羞辱。我要你开新闻发布会，公开道歉，就说机场的事是误会。这条件不可谓不毒。他既要我的钱，又要我的尊严，想用 20% 干股买下我的公司，还要我低头认错，为他女儿的小三行为洗白。他把我当成第2个江宇川，能被利益收买、被强权压垮的软骨头。
我看着他志在必得的脸，忽然笑了。林总，你知道吗？你的条件听起来很诱人，但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哦，你以为江宇川把瀚海资本卖给你，你就真拥有它了？我身体前倾，一字一句，我启动冬眠协议只是冻结它，但我给瑞银的指令不止冻结。林国峰眉头第一次皱了起来。触发冻结的同时，协议第二阶段也已启动，一项针对瀚海资本及其所有关联公司的最高级别法务清算与资产穿透调查已经开始，由瑞银顶尖法务团队和法政会计师执行，他们会像梳子一样，把公司成立以来每一笔资金往来理得清清楚楚。我端起面前微凉的茶，闻了闻，没喝。这其中自然包括他和蔓草基金之间那笔3000万美金的股权转让。林总，你用一个空壳基金，以远低于市价收购一家有巨额资产的海外公司，你说瑞士金融监管机构会怎么定义这种行为？我放下茶杯，直视他开始阴沉的眼睛，是恶意并购，还是涉嫌国际洗钱？林国峰脸上的从容彻底消失，他猛地拍下茶杯，茶水四溅。你敢威胁我？不，我不是威胁。我语气依旧平静，我只是陈述事实。林总，现在不是你给我选择，而是我给你选择。要么你现在立刻单方面宣布和川皖集团解除所有合作，澄清和江宇川的私人关系，把云山项目干干净净还给我。那么瑞士那边的调查，我可以让它停在内部审查阶段。要么我们就去国际法庭，好好聊聊你那只蔓草基金的资金来源。我不清楚你在南州有多大势力，但我知道，在联邦法律和国际反洗钱公约面前，没人有特权。茶室空气凝固了，岩茶的香气不知何时散尽，只剩剑拔弩张的紧张。林国峰死死盯着我，眼神像要生吞活剥。良久，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舒婉，你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助理陈倩，声音带着哭腔和极度惊恐。舒总，不好了，江总他从你办公室窗户跳下去了。06，我赶回公司楼下时，警戒线已经拉起，红蓝警灯刺的眼睛生疼，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议论声、惊呼声混成一片，像一锅沸腾的粥。我拨开人群，看到那具被白布盖住的身体，尽管面目全非，但那套西装我亲手挑的，我还是一眼认出。胃里翻江倒海，但我强迫自己站直，脸上不能露出半点脆弱。陈倩冲过来扶住我，脸色惨白如纸。舒总，对不起，我没看住他。你和林国峰谈判时，他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我们再进去就……我摇头，示意他不用再说。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江宇川最后也是最恶毒的一招。他用死亡给我定罪。他知道，只要从我办公室跳下去，无论真相如何，在世人眼里，我舒婉就成了为夺产逼死丈夫的毒妇。我的名誉、事业、未来都会被钉在道德十字架上，永世不得翻身。他用命给我织了一张逃不掉的网。果然，人群中有人认出我。快看，就是那个女人，川皖集团老板娘。天哪，她怎么还敢来？听说就是她逼死江总的，为了独吞家产。太狠心了，
10年夫妻啊，怎么下得去手？你看他一点悲伤都没有，真是冷血怪物。一句句诛心的话像针扎进耳朵，闪光灯在我脸上疯狂闪烁，想捕捉我任何一丝狼狈。我没理会，只是静静看着那具冰冷尸体，心里一片荒芜。江雨川，你赢了，你用最惨烈的方式报复了我。警察来做例行询问，我平静叙述全过程，从机场相遇到办公室对峙，没隐瞒任何事，包括那2份文件。负责警官是个老手，看我眼神复杂。舒女士，你说的情况我们会核实，但在结果出来前，你可能要面对巨大舆论压力，希望你有心理准备。我点头，我明白。送走警察，公司董事们围上来。为首的张董是元老，也是江雨川师兄，一向对我有意见，觉得我太强势。舒婉，他痛心疾首，现在你满意了？雨川死了，公司也完了。看看外面，股价暴跌，合作方全在打电话。你把川婉彻底毁了。张董，毁掉公司的不是我，是江雨川的贪婪和愚蠢。我声音沙哑但坚定。你还敢狡辩？另一个董事激动附和，要不是你步步紧逼，他会跳楼吗？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够了！一声轻喝让所有人安静。是陈倩，这个平时文静的女孩，此刻像护崽的母狮，挡在我面前。你们凭什么这么说舒总？你们知道江总是怎么背叛他的吗？知道他要把公司掏空，送给别的女人吗？舒总是在保护公司，保护我们所有人的饭碗。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桩正义。他的质问让董事们一时语塞。我拉住陈倩的手，对他摇头。现在解释没用，在江雨川已死明志面前，任何话都苍白。我抬头环视这些曾经的战友，如今视我为仇敌的人。明天上午9点召开紧急董事会，我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转身离开这片是非之地。我需要安静，思考下一步。没回家，那个曾充满笑声的地方，现在对我而言和地狱无异。我开车漫无目的在城里游荡，手机上川皖集团创始人江雨川坠楼身亡，疑因妻子夺产相逼的新闻铺天盖地。我的照片和他遗体照并列，配上各种耸人听闻标题。我的履历、背景全被扒出，我成了十恶不赦的恶人。川皖股价几小时内跌停。林国峰又打来电话，这次他语气里全是幸灾乐祸。舒小姐，现在感觉如何？我说过，你会为狂妄付出代价。江雨川的死是你亲手造成的，现在整个南州，不，整个中国都没你立足之地。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他图穷匕现，交出瀚海资本控制权，然后滚出南州。否则，我不介意再添把火，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把车停在江边，望着远处城市灯火，明明灭灭，像极了此刻的我。绝望吗？有一点，但更多是被逼到悬崖边后，破釜沉舟的决绝。我对着电话一字一句，林国峰，你听好了，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挂断电话，我拨通另一个多年未联系的号码。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起，那头传来慵懒而熟悉的声音。喂，哪位？师兄，
我声音有些哽咽，是我，舒婉，我需要你的帮助。07，我的师兄叫沈渡，他是我在华尔街时的同门，金融圈里人称幽灵。他不碰实业，也不进投行，专做一门又神秘又危险的生意——危机公关和信息战。传言他能让快倒闭的公司起死回生，也能让如日中天的巨头一夜崩盘。他没有固定办公室，没公开联系方式，像真正的幽灵，只活在少数人的通讯录里。毕业后，我回国创业，他留在纽约，我们很少联系。我知道，请他出手代价极高，而且他只接有价值的案子。小师妹，真是稀客。沈渡语气里带着点玩味，我看到新闻了，把自己搞这么狼狈，可不像你。我需要反击。我直接说，江宇川的死，林国峰的威胁，舆论压力，还有川皖集团的危机。我要你帮我打一场翻身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条件呢？他问。川皖集团未来5年净利润的10%，我开出价码。沈渡轻笑一声，小师妹还是这么大方。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对手是谁？林国峰，南州地产大鳄，还有他背后可能牵扯的复杂利益网。林国峰，沈渡重复了一遍，似乎在琢磨什么。有点意思。这案子我接了，把所有资料发我。另外，明天上午的董事会照常开，而且要开得越大越好，把所有能请的媒体都请来。你要我直播？我有点惊讶，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简直是豪赌。置之死地而后生。沈渡语气认真起来，舆论洪水已经来了，堵不住，只能引导他冲向你的敌人。你要站在风暴中心，演好一个受害者，被丈夫背叛，被恶势力打压，却依然坚强不屈的悲情女主。记住，从现在开始，你说的每个字，做的每个表情，都要为这个剧本服务。挂掉电话，我深吸一口气。沈渡的计划疯狂但精准，他要把这场商业战争变成全民关注的舆论大战。第二天上午9点，川皖集团总部多功能会议厅座无虚席，所有董事、高管全部到场。会场后半区架满了摄像机，南州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几乎全来了。我穿一身素黑套裙，没化妆，脸色苍白，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疲惫和哀伤。走进会场时，闪光灯齐刷刷对准我，快门声此起彼伏。我没躲，任他们拍。董事会由张董主持，他一开口就冲我来：各位董事、媒体朋友，今天我们怀着沉痛心情召开紧急会议。创始人之一江宇川先生不幸离世，而他的死和另一位创始人舒婉女士密不可分。他把一份打印好的网传逼死江宇川的报道狠狠摔在桌上。舒婉，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我提议立刻罢免你在川皖的一切职务，由董事会成立临时监管小组接管公司。我复议，一时间群情激愤。在场董事一半以上是江宇川提拔的，此刻的义愤既有对他的情谊，也有对自己前途的焦虑。所有镜头都对准我，等我反应。我没马上反驳，只是缓缓起身，对着话筒用沙哑的声音说：在开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段视频。我按下遥控器，
身后大屏亮起，不是商业文件，也不是证据，是一段段家庭录像。我和江宇川大学恋爱，在地下室画第一张设计图，拿第一笔投资时在路边摊激动拥抱。公司上市那天，他在交易所敲钟后对我说：“婉婉，我们成功了。”那些甜蜜画面一幕幕播放，背景是我最爱的钢琴曲。会场渐渐安静，原本敌意的目光开始变得复杂。视频最后定格在我们1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照片上，照片里的我们笑得灿烂。我转身面对所有人，眼眶第一次蓄满泪水。10年，我声音颤抖，我用整个青春去爱一个人，建一个家，创一个公司。我以为那是最坚固的城堡，直到3天前，我在机场亲眼看见他挽着另一个女人。我没提资产，没讲复杂的商业逻辑，只讲了一个最简单也最戳心的故事。一个女人被背叛，我承认我和她吵了，我拿出她转移资产的证据，提出离婚，因为我不能接受她用我们共同的心血给另一个女人铺路。我只是想守住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会用这种方式结束一切。眼泪终于落下，那不是演的，是压抑太久的情绪。如果早知道是这结果，我宁愿什么都不要，宁愿净身出户，看着他带着我的一切去过新生活。张董说的对，是我逼死了他。如果爱一个人，就该无条件包容他的背叛和欺骗，那我确实有罪。我的话像重锤砸在每个人心上，全场死寂。这时，会场门被推开，林曼在一群保镖簇拥下走进来。她妆容精致，衣着名贵，脸上写满胜利者的傲慢。舒女士的独角戏真精彩。她拿起话筒，声音清脆响亮。可惜，谎言终究是谎言。宇川的死就是你这个杜甫一手造成的。他留了遗书，能证明一切。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封信，高高举起。全场焦点瞬间转到他和那封遗书上，而这正是我和沈度等的时机。08，林曼的出现像滚油里泼进冷水，全场炸了。他明显有备而来。他团队立刻把遗书复印件发给每位记者。我看他那张因得意扭曲的脸，心里没怒，只有怜悯。他像被操控的提线木偶，以为掌控舞台，却不知脚下木板早已筑空。记者朋友们看看，林曼声音尖锐煽动，这是宇川亲笔遗书，信里写得清清楚楚。舒婉因嫉妒我和宇川的感情，长期精神控制、财产监控。这次更用伪造证据逼他签离婚协议，想独吞100亿家产。宇川不堪受辱，才以死明志。遗书写得情真意切，控诉我，辩护他的无辜感情，还保护他。完美剧本，被原配逼死的痴情丈夫，无辜受牵连的红颜知己。舆论天平再次向我倾斜。张董等人如获至宝，立刻为林曼站台。大家看到了吗？这才是真相。舒婉，你还有什么话说？镜头再次对准我，目光比之前更锋利，像要将我凌迟。我没看记者，也没看遗书，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林曼脸上。林小姐，在你宣读遗书前，我想先问你个问题。我声音不大，但通过话筒清晰传遍全场。林曼冷哼，你还想耍什么花招？江宇川的字，
你认识多久了？我问。他愣了下，随即高傲扬起下巴。我和宇川相爱半年，他的字我当然认得。是吗？我微微一笑，朝陈倩点头。陈倩立刻把笔记本连上大屏，屏幕上是2份笔记样本，左边是江宇川过去10年签过的上百份公司文件签名，字体大气锐利；右边是遗书扫描件，虽刻意模仿，但笔画顿挫和结构犹豫生硬。各位都是专业媒体人，应该看得出。我语气冷静专业，左边是我先生真实笔记，右边这份遗书至少有17处关键特征不符。我转向林曼，林小姐，你或许认得江宇川的字，但一定不认得我的，因为这封遗书的笔记更像是模仿我的字，再强行扭成他的风格。你胡说！林曼脸色骤变。有没有胡说？鉴定机构会给出答案。我不给他喘息机会，不过比起这漏洞百出的遗书，我这儿还有更有趣的东西，请大家看看。屏幕切换，这次是高清监控录像，地点是高级餐厅包间，时间是江宇川坠楼前1晚。画面里，江宇川、林曼、林国峰赫然在座。视频无声，但画面清晰记录3人表情。起初气氛融洽，很快林国峰递出一份文件，江宇川看过后脸色大变，激动起身争辩。林国峰表情冷漠，甚至带威胁。林曼在一旁冷眼旁观，毫无劝解之意。最后江宇川颓然坐下，把文件狠狠摔桌上，林国峰露出满意笑容。这段视频来自餐厅经理的私人备份。我声音在寂静中响起，那份文件我查到了，是林总要求江宇川签的补充协议。内容是，若云山项目出问题，江宇川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将他在川碗剩余所有股权无偿转让给林氏。换句话说，林总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江宇川活着分胜利果实，他只是林总用来掏空川碗的工具。当工具快失控时，林总用更苛刻条件彻底榨干了他。江宇川的死不是因我的逼迫，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不仅背叛婚姻、出卖公司，还被新靠山吃干抹净，一脚踢开。他走投无路，万念俱灰。他的死是彻头彻尾的商业谋杀，凶手就是你们林家妇女。最后一句掷地有声。林曼脸色惨白，他看着那段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录像，身体摇晃。一直装悲痛家属的林国峰脸色阴沉的能滴水，一派胡言。他厉声喝道：伪造视频，诽谤污蔑，我要告你，欢迎来告。我直视他，毫无惧色。不过在告我之前，林总，你可能得先跟瑞士来的客人解释另一件事。话音刚落，会议厅大门再次被推开。这次进来的是我的客户经理克劳斯和2名神情严肃的外国律师。克劳斯走到我身边，用流利中文对全场媒体说：各位好，我是瑞士瑞银集团代表，受舒婉女士委托，并依据瑞士联邦金融市场监管局授权，前来协助调查一桩涉嫌2亿美金的跨国洗钱案。主要被调查对象是南州林氏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蔓草基金。全场哗然。如果说刚才视频是炸弹，克劳斯的出现就是核弹。林国峰身体猛地一震。09
克劳斯带来的冲击是毁灭性的。跨国洗钱案这6个字像一把无形的利刃，瞬间刺穿了林国峰苦心经营的所有防线。在场的记者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疯狂地把镜头对准脸色铁青的林国峰和他几乎站不稳的女儿。林总，请问瑞银集团的指控属实吗？林氏集团是否真的参与了国际洗钱？蔓草基金的资金来源有没有问题？尖锐的问题像子弹一样密集射向林家妇女。林国峰久经商场，还能勉强撑住场面，冷声回应无可奉告，而林曼彻底崩溃，躲在保镖身后瑟瑟发抖。克劳斯没理会现场的混乱，只是递给我一份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印着瑞士金融监管机构的徽章。舒女士，根据初步调查，蔓草基金在过去2年内有30多笔来源不明的大额资金流入，路径涉及多个国际洗钱高风险地区的账户。我们有理由相信，林氏集团利用这些非法资金，在南州进行不正当竞争。我方已正式向中国银保监会及相关司法机关提交协查请求。克劳斯的话等于给林国峰下了最后通牒。我拿着文件一步步走到他面前。林总，现在我们重新做一次选择题。我的声音很轻，却重若千钧。江宇川的死是一场悲剧，但如果他的死能揭开更大的黑幕，让那些习惯藏在暗处的人暴露在阳光下，那他的牺牲或许就不是毫无意义。你，林国峰指着我，手指因愤怒剧烈颤抖，你以为这样就能扳倒我？在南州，你动不了我。在南州，也许不行，但在国际反洗钱规则和国家金融安全红线面前，没人能例外。我把文件轻轻放在他桌上，现在你有2个选项，要么继续硬扛，等法庭上把所有底牌掀开，到时候可不止蔓草基金这点事，要么立刻带着你女儿退出这场闹剧，并把你这几年用同样手段吞下的资产全部吐出来。我的目光扫过他身后的董事们，尤其是张董。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跟林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家人在林氏关联公司任职，投资也深度绑定林氏项目，所以你们才会不问是非的替他站台。现在我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主动交代问题，配合集团内部审查，保住你们在川皖的位置。否则，我不介意在这份洗钱案的调查名单上再多加几个名字。这话彻底击垮了他们最后的心理防线。张董脸色由红转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其他附和他的董事也纷纷低头，不敢与我对视。他们所谓的情谊，在法律和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林国峰看着众叛亲离的一幕，眼里终于浮现出彻底的败意。他像被抽干了力气，颓然靠在椅背上。他知道自己输了，输得一塌糊涂。他不是输给我，而是输给了自己的贪婪，也输给了这个不再容忍灰色操作的时代。他那套旧玩法，在透明化、规则化的资本战场上已经彻底过时。把那段录像的原始文件给我。许久，林国峰沙哑开口：可以。我点头，但作为交换，我要你名下红叶建设的全部股权。红叶建设是林国峰手里最干净、最优质的资产，也是南州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
有了它，川皖的云山项目才能真正摆脱掣肘，顺利推进。林国峰闭上眼，像是做了个极其艰难的决定。好，这场惊心动魄的董事会以谁也没料到的方式落幕。媒体拿到了想要的一切，豪门恩怨，小三上位，创始人跳楼，惊天反转，跨国洗钱，随便一个标题都能霸榜热搜一周。而我舒婉从逼死丈夫的毒妇，在1个小时内变成了忍辱负重、智斗恶势力、守护亡夫基业的悲情女英雄。沈度的剧本完美落地。会后，我独自回到那间洒满阳光却见证死亡的办公室。陈倩轻轻推门进来，递给我一杯温水。舒总，都结束了。我望着窗外，车流如织，城市依旧喧嚣。江宇川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他用生命点燃了这场战争，而我用我的方式画上了句号。结束了吗？我不知道。我赢回了公司，拿下了项目，掌控了舆论，但我失去了一个爱了10年的男人，一个曾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手机响起，是沈度。小师妹，干得漂亮。他语气带笑，欢迎回到食物链顶端。师兄，谢谢你。别谢我，是你自己有掀桌子的胆量，也有重写规则的实力。他顿了顿，不过小心点。林国峰这种人不会认输。南州的水比你想的深得多。我明白。挂断电话，我盯着桌上那份未签的离婚协议，还有旁边那封遗书。我拿起那封假遗书，在灯光下仔细查看。模仿的笔迹确实有我的风格。忽然，我的目光定住了。在信纸右下角一个几乎看不见的角落，有一个用特殊药水写的符号，只有我和江宇川才懂的暗号。那是我们在地下室创业时约定的紧急出口标志。如果遇到无法言说的危险，就用这个符号示警。我的心猛地一沉。这封遗书是假的，但这个暗号是真的。江宇川用他的死在告诉我一些事，一些远比林国峰、比商业欺诈更可怕的事。他不是单纯自杀，他是在用死亡为我指一条真正的紧急出口，而那个出口通向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深渊。那个小小的紧急出口符号，像烧红的铁烙在我视网膜上。我立刻反锁办公室门，拉上所有窗帘，室内瞬间陷入昏暗，只剩电脑屏幕泛着冷光。我把遗书放进高精度扫描仪，调到最高分辨率，导入专业图像分析软件。江宇川心思缜密到极致。如果他想留信息，绝不会只有一个符号。我放大图像，逐像素分析，在几个标点符号，比如句号和逗号的边缘，发现了一些极细微的非打印墨迹形成的异常点。我把这些点连起来，用栅栏密码解码。几分钟后，屏幕上跳出一行字：小心基金会，他们在找钥匙。基金会、钥匙，这2个词陌生又诡异，像恐怖片里的台词。他们和地产、金融、商战毫无关系。我后背一阵发凉。江宇川最后的遗言，不是关于林曼，不是林国峰，也不是川皖，而是这个神秘的基金会和钥匙。说明在他眼里，这才是真正的致命威胁。我强迫自己冷静，开始在记忆里搜索一切相关信息。立刻想到克劳斯提到的蔓草基金背后那些来源不明的资金。
它们来自全球各地，看似零散，但如果把这些资金源头的壳公司在地图上标记，分布竟隐约构成一个古老的炼金术符号。我在一部关于中世纪秘密组织的纪录片里见过这个符号，那个组织就自称基金会。传说他们从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存在，几百年来一直在暗中寻找几件被称为钥匙的神秘圣物。我一直以为那是都市传说，但现在江宇川的死、林国峰的介入、诡异的资金流，似乎都在证明这个传说是真的。而我和江宇川无意中闯进了他们的猎场。钥匙到底是什么？我脑中闪过无数可能。是我们创业初期偶然得到的那块古玉，还是公司收藏的某件稀世古董，或者它根本不是实物。我打开办公室最隐秘的保险柜，这个柜子有独立安保系统，密码只有我和江宇川知道。里面没有珠宝，只有一叠创业文件和我们的合影。最底层放着一个古朴的檀木盒。我打开盒子，里面静静躺着一块半个巴掌大的黑色金属片，刻着复杂云纹。这是当年在南州郊区一个待拆古建地基下挖出来的，当时只觉得材质特别，花纹独特，就一直收着。难道这就是钥匙？就在我拿起金属片的瞬间，手机剧烈震动，弹出一条陌生警告：警告，您的通讯设备已被未知信号入侵，数据正在被强制删除。紧接着，笔记本、办公室所有电子设备屏幕同时闪烁，然后啪一声全黑。强电磁脉冲。对方的目标是清除我刚破解的所有数据。我心头警铃大作，在我破译遗言那一刻，就已经触发了他们的警报。他们正在抹除我刚发现的一切。我下意识攥紧金属片，冲向紧急出口。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已经不安全。走廊应急灯忽明忽暗，整栋楼电力系统似乎瘫痪，电梯停运，我只能奔向消防通道。推开通道门的刹那，两个穿黑西装、面无表情的男人像幽灵般堵在门口。他们不是林国峰的人，身上有种职业杀手般的冰冷杀气。舒女士，请交出钥匙。为首的男人开口，声音毫无情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一边后退，手心的金属片冰得刺骨。江宇川先生试图藏起它，他失败了。男人步步逼近，我们不希望你也犯同样的错。他的话印证了我最可怕的猜测。江宇川的死根本不是商业斗争的结果。他和林曼、林国峰纠缠，甚至背叛我，或许只是为了借林家势力对抗基金会，保护这把钥匙。他跳楼不是因为绝望，而是用最惨烈的方式把所有注意力引向我和林国峰的商战，从而掩盖基金会的真相。他用命为我争取了最后一点时间，而我却亲手把所有线索暴露在阳光下。悔恨如海啸将我吞没。我盯着逼近的黑衣人，退到窗边。这里是68楼，和我办公室同高。窗外是南州璀璨的夜景。我忽然明白了，江宇川留下的紧急出口符号真正含义是：当无路可走时，唯一的生路就是坠落。我惨然一笑，举起手中的金属片。你们想要？那就来拿吧。在他们错愕的目光中，我转身撞碎玻璃幕墙，纵身跃入万家灯火的夜空。
身体急速下坠，风在耳边呼啸。我没有恐惧，在即将触地的瞬间，我按下腕上那个不起眼手环的按钮。那是沈度在最后一次通话中让我必须带上的东西。一道强光闪过，微型单人反重力悬浮装置从手环弹出，在离地不到10米处稳稳拖住我。这是沈度的幽灵科技，也是我最后的底牌。我平稳落地，在人群惊呼声中迅速消失在城市阴影里。远处，一辆黑车悄然停下，车窗摇下，露出沈度那张玩世不恭的脸。欢迎加入游戏，小师妹。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把那块冰冷的金属片紧紧攥在手心。我知道，属于舒婉的战争结束了，而一场关于基金会与钥匙的更宏大也更危险的战争才刚刚开始。